各位棋友，今天我们继续左马盘河第12局。这一局体现了一个小卒过河，逼入9攻，最后形成一个非常有力度的绝杀局面。我们快速走到棋局的分界点，黑方也出车，红方进车过河，黑方上马形成双正马，同时双正马是应对当头炮最好的一个阵型。那在这里红方选择兵七进一，防止黑方进卒形成两头蛇。黑方马七进六，就形成左马盘河应对当头炮过河车，比较好的一个阵型。红方此时马八进七，黑方车一进一，快速起横车。走到这里，红方发起中路进攻，黑方进卒。目的回马踩着车，红方平车跟住马，进卒吃掉兵。红方再次进兵，意在打通中路，黑方进卒吃掉马。这里前面呢，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。现在的棋友可以把前面的棋局内容结合一起观看一下。接下来红方进兵吃掉卒，这里先手将军，黑方仅此一步，士4进5。此时退车吃马，黑方车一平4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，红方的走法有很多。兵5平4，兵5平6，兵7进1，以及马7进5，炮8平9，快速准备出车，也有车9进1直接出车的多种走法。本局我们继续介绍红方兵7进1的走法。那么前面我们讲过，如果说黑方进卒直接吃掉兵的话，立刻招来红方平车杀兵，然后准备吃马吃象这样一个先手。那他在这里比较好的措施就是不理会你这个兵，直接上马踩掉中兵。接下来红方有2个走法，平车压马以及进车抓马。我们继续延续前面视频的内容，进车抓马。那么走到这里现在黑方这个马想保也是保不住了，看起来有一个炮2进1，感觉还不错。但是这里一旦冲兵之后呢，势必这个阵型就不太合适，所以黑方在这里采取一个弃马，采取底线进攻。那么现在红方前面一局我们讲过了，如果说直接平车吃马的话，立刻招来黑方进炮打底象，采取一个快手进攻的策略。本局我们继续讲解它第2个变化，选择象3进1。但是在讲这个变化之前呢，可能大家会有疑问，红方能不能平车呢？这里既牵制你的炮，同时接下来有吃卒吧，感觉很不错。实际上这样一走的话，这里还有吃马，黑方平将而出，它是哪一个都不好吃。比如说平车吃马的话，进炮打底象，又会还原到昨天的局面，同时更加的凶狠。那现在不能吃炮，最好的就是退车回来吃掉这个卒。此时你一吃卒的话，黑方进车炮打底象，这里先手就要将军。那么此时现在你如果说把象飞开的话，那走到这里之后，实际上黑方是有快刀手的，上马踩掉兵，现在就在这里又弃炮，要不要吃呢？如果不吃的话，接下来我这里是可以还价当头炮的。那比如说进车吃掉炮的话，感觉很不错啊。实则在这里一吃的话，黑方就能够顺手而来，反价当头炮。这里一将军，那你如果说称势的话，接下来立刻招来杀身之祸，感觉比较勉强的话，我平炮过来好像形成一个反将啊。但是黑方一进将的话，接下来这个空头炮你务必要平车砍，因为上马一将军的话，再将来挂角，这个阵型抵挡不住。所以说在这里先前他并没有选择平炮，而是选择称势。实际上称势也是来不及了，黑方直接上马的话，就锁定了胜局。马踩着炮，吃炮是小事这里即将跳马卧槽将军绝杀，跳马挂角同样是绝杀，抽车抽炮这都是不会吃的，反而有杀先看杀，红方立刻会落败。我们返回到先前的棋局，当黑方平炮准备打底象的时候，红方比较好的策略就是象3进1。
那么这里走完之后，黑方又该如何进攻呢？这里当然在这里又是要选择一个弃马了。然而在弃马的同时，黑方再多送一个卒，看你是吃马呢，还是退车吃卒呢？反正我这个卒啊，威胁你红方这个炮。如果说退车吃掉卒的话，那这里一出将，将来上马的话，可以说这个马速度啊相对而言比较快，同时黑方还有随时还价当头炮。那当然红方比较好的就是不选择把这个车撤回去，而是炮5进1，同时这个炮还瞄着黑方的这个卒，感觉很不错。然而黑方在这里再次采取小卒逼近9攻。当然红方这里如果说平车吃掉卒，感觉也还行呢。那这样走的话，我们以还价当头炮，马一跳开，又会形成先前的这个相位马优势。在前面很多局梅花谱以及局中秘我们讲过很多次，一旦对方这个马跳到相位马之后呢，进可攻退可守，可以说非常的有优势力度。那么在这里红方采取一个大胆吃马，这里就和前面几局稍微有所不同，因为这时候你没有进炮打底象，同时他这个象飞边把底线也守住了。但是这里一走的话，黑方是有厉害招法，果断进车。这步棋一走完之后呢，红方在这里还得要注意了。那么感觉你这里可以平车过来抽实际上你什么时候抽车，我们什么时候反价当头炮，反而将军先手把你的车给吃的。所以说在这里红方断然不敢抽车，同时黑方接下来是有杀棋的。比如说他随便走一个进兵吃掉小卒的话，这里进兵吃掉是一将军，这个八路车立刻能够大军杀到，形成双车错杀法。所以说为稳妥起见，红方在这里采取一个士6进5，先补后中路，同时也是立刻就能够形成抽子。那么在这里黑方也得要注意一下，先将5平4，摆脱中路这个牵制。那么接下来黑方主要有2个进攻思路，进车底线形成双车一卒的话，会组合成一个3车闹士的局面。同时这里还有车8进8卡住象腰，进炮下底形成闷杀。那红方也没有办法，仅此一步选择平车拦住炮。这一步棋的目的既拦住炮又要吃炮，同时将来退象以及退车回来进行防守。然而是已经来不及了，黑方进车底线，下一步棋就有杀招。这里可以简单的说一下，平卒砍掉士的话，底线是不能动，你只能回马吃。这时候这个老帅底线你就守不住了，进车底线杀棋。同时这里还有一个可以直接平车砍士杀棋。那么我们把这个走法也为大家演变一下，比如说进兵吃掉卒的话，那平车砍士将军，你这里只能选择回马吃掉，接下来平车砍就是个杀棋。当然进卒吃的话也同样是杀棋，老帅出不来呀。所以说在这里红方只能选择防守。好，我们返回到这里，那红方在这里又该如何进行防守呢？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。主要是这个底线车太厉害了，那他没有办法，选择了一个退车。因为如果说你退象的话，黑方进炮打掉之后闷杀，你不得不退车砍炮。黑方接受对车，红方退象吃掉车。吃完之后，接下来黑方又该如何进攻呢？这里又是体现我们水平的时候了，大家也可以跟着一起进行棋局思考一下。现在是反价当头炮呢，还是在这里进攻呢，还是采取一定的防守呢？那么棋局的走法，炮7平8，目的依然要进炮底线，形成一个牵制，将来平卒砍掉士的话，同样有杀棋。那么现在红方就只能选择防守了，感觉他好像有一个炮5平2拦截，实际上这个走法是不成立的。因为黑方还有一个炮2平5的话，这里一将军就结束了战斗。
你现在是上马挡住，还是称势呢？还是平炮呢？如果说平炮的话，那这里进炮底线形成天地炮，将来进卒杀，平卒砍中士，同样是杀。那还有比较简单，如果说上马的话，那更简单，进车底线杀棋。当然你称势也不行，平卒啊就是平顶贯杀棋。所以红方在这里平炮拦截的话，显然不成立。那么在这里棋局的走法走的也是非常的精妙，红方采取了一个兵七平六，这步棋就走的比较好，隔断了车和老将的联系，同时它也是引诱黑方退车吃掉兵。一旦车离开象腰的时候，此时象棋进我，既补后中路，形成顽固阵型，同时也是亮出底车。然而黑方不理会进炮，为杀棋做准备。此时红方飞边象，同样准备守住底线。那么接下来这里又该怎么走呢？黑方接下来这一步棋啊，稍微走的有点不可思议，不太容易想得到。按照我们常规思维的话，可能平炮到中路，然后再平车啊吃底，平卒或者说进卒吃底士。然而棋局的走法选择炮二平四，这一步棋就给前方啊生根，借助红方这个小兵，这个炮啊对他的六路线实行一个牵制。现在红方也没有办法，只好把这个小兵呢再次走开，拆掉你的炮架。然而接下来这步棋啊，黑方将计就计，弃炮绝杀，目的卡住红方这个马腿。接下来平卒吃中士就是个杀棋。那么现在你称势的话，我进卒吃底士杀棋。如果说你这里用炮打的话，那同样平卒吃中士，同样是杀棋。可以说啊，放纵了这个小卒，使得小卒逼近9宫，最后结合后方的力量，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绝杀作用。好了，棋友们，今天的这局内容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说有精彩的妙招你想到的话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非常感谢。你在下象棋的时候，会不会因为计算失误而导致高手秒变菜鸟呢？今天这局啊，将为大家分享一个最后残局攻杀阶段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错误。好，我们依然走到前面延续的开局，红当头炮，黑马来跳，红上马。此时黑方并没有走马二进一单提马，而是选择了象七进五，提前呢先补后中路，红方出车抓炮，黑方平车保住。那么走到这里啊，也是大家要注意一点的，很容易走其他子力，黑方一旦炮8进4的话，就容易封车。所以说红方提前升车过河，或者说车2平4的话，走巡河车都是不错的。这里意在呀，平车吃卒压马，黑方果断选择卒7进1，这样的话也把卒交给了象来保护，同时啊挺卒治红方的这个马。红方马8进7，黑方走到此时啊选择马2进1，也是为了舒展左方的子力。好，那么接下来红方主要的进攻思路啊，就是因为你走了这一步单提马，中卒啊一个马来保护，选择兵5进1，直接从中路采取进攻。那么黑方现在提前士6进5，也是既补后中路，同时车8平6，有这样一个先手出车的棋。接下来红方又该怎么走呢？平车，这里主要的目的啊，就是牵制黑方的炮和马，不让他乱动。此时黑方选择炮2平4，目的准备出车。那么抢先呢，车9平8，黑方车1平2。那么走到这里啊，红方再次发起进攻，兵5进1。黑方在这里如果不吃的话，这个兵呢会借助车的力量一路往前冲撞，直接吃掉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，相信棋友们看过前面的棋局啊，就会发现红方主要通过前面的牺牲小兵打通中路的通道，直接跳马上来。这里既有进炮打卒，还有马5进4，马5进6，还有马5进7。黑方赶紧车2进4的话，选择平车既保住卒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，我们又要注意一点，感觉好像我们马5进4的话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它可以平车过来进行一个双子保护。所以说古朴在这里直接选择了马5进7，针对他的中卒下手。
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啊，就是今天的分界点了。黑方此时又有2个变化，因为刚才先前我们这个马走开之后呢，显然黑方拉住了红方的无根车炮，那么他提车啊升车也是为了平炮打我们的死炮这样一手。那么接下来黑方2个走法，第一是平炮打炮，第二是左武进一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变化，这里打的话，棋友们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，看看遇到这样一个丢子的局面该如何采取进攻呢？那么红方在这里直接采取弃车，先进炮给你打掉，主要目的啊拔掉黑方的7路马。黑方现在也无可奈何，直接进车吃掉。显然呢，在这里黑方感觉好像占了一点便宜，红方平炮打掉马。那么打完之后呢，走到这里之后，黑方到底是退车保卒呢，还是进炮呢？因为无论你退车保卒还是走其他子力，红方还有平车，牵制住你的无根车炮。同时这个车啊退回来，目前来说我们这个马呀还可以直接马七进6奔卧槽而去。所以说他干脆果断选择左武进一，这一步的目的啊也是防止我们的马3进5后续的力量往前输送。因为你退车守住的时候，红方依然有上马，这里借助中炮以及7路马双子夺中卒。那么此时红方采取了直接跳马，目的是准备攻击黑方的这个卒，同时这里还有提前埋伏卧槽的棋。黑方选择退车守住，之所以红方并没有选择平车过来牵制住黑方的无根车炮，主要是有后续的力量，这里主要是为了采取一个进攻。此时红方采取一个平炮打马，相信棋友们走到这里啊，大家就会发现，刚才如果说红方跳马想将军的话，卧槽的话，这是一步凶狠的棋。但是黑方有这个马的话，在这里主要破解的思路就是声东击西，先把他这个马给解决掉。此时黑方平炮打过来，那么好了，此时红方再次跳马将军，这里一将军，黑方只能出将，平车再一将，这里就是一个小小的陷阱，棋友们不妨看一下能不能平车将军呢？当然这是随手走的一步棋，也是我们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错误，因为你这里平车将，黑方称势，借助1路炮把你给保住。如果说你此时回马吃炮，他给你飞掉，那么现在红方是双车的话，显然在这里占优势。那么感觉好像接下来红方可以平炮过来进车砍士，但是黑方可以平卒挡枪，这样的话你反而没有进攻的棋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看正确的走法该怎么走呢？这里明知道如果说平车他会提前称势，那么主要就针对这个思路啊，大家要稍微思考一下。我先平炮，这样的话，因为你老将进不去啊，你现在不能称势，接下来眼睁睁的看着我平车过来将军，此时黑方也只好选择将6进1，红方平车一将，黑方称势。好，走到这里，相信棋友们就会发现黑方已经成一个弱势，败局已定。红方平车一将军，无论黑方进将还是退士，比较顽强的就是退士，红方进车吃掉。显然在这里红方是车炮双马，黑方是单车炮，而且这个炮还藏在角落里面。即便是你现在进攻出来的话，红方也是多2个大子，显然红方在这里锁定胜局，说明红方在这里采取一车换2，完全是因为有顽强的后续手段。那么我们继续看它第2个变化，左武进一，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红方上马的话，继续加强中路盘头马的火力，同时还有强行马踩中卒。那么这样一走的话，红方又该如何行棋呢？这个马的话，单马上前阵呢，好像也没有什么进攻的思路。但是红方可以进炮，这里提前瞄准中卒。黑方一看呢，你瞄准我中卒，我不担心呢，我反正牵制住了你的无根车炮，进卒吃马。谁曾想红方这个马是越抓越活，直接盘头而上。那么好了，这里还踩着黑方这个炮啊。黑方选择提前先避让一声，因为黑方炮一旦拔掉的话，7路马显得容易受进攻。此时走到这里之后，棋友们不妨再次暂停一下你的手机屏幕，看看这招棋你能否想到。红方前方的子力目前进攻不动，黑方反而还拉制住了红方的无根车炮，后方力量不能往前输送，该如何破局呢？这招棋可谓是画龙点睛。好，我们即将为大家揭晓答案。好，棋友们相信应该也思考到了，
兵七进一。这里送兵的话，主要意在平炮打中卒。黑方一看显得非常高兴呢，我进卒就吃掉，吃完之后反正认为我这里拉住你了，你打的话又没有抽将，我反正不怕。但是红方在这里就采取果断弃车，平炮打掉中卒，黑方选择进车吃掉。实则这一步棋走完之后，相信球友们也会发现这里稍微走的有点冒险啊。主要是因为黑方呢炮瞄着底上，同时这个卒在这里还有一定的进攻。好，这里打完之后呢，主要是为了采取拔掉中卒，为跳马挂角这一步棋做一个铺垫。这里一将军，黑方只能呢将5平6，此时平车照头来一将，黑方称士，显然有炮守住士啊。红方平炮，接下来进车砍士就是个绝杀。眼看这里临门一脚，但是黑方一看呢，这里目前来说还有一步棋，赶紧来一个偷袭，进炮先打掉底象，这里一将军。此时红方就得要注意了，球友们不妨再次看一看，你会不会犯这样一个小错误呢？很容易走一个士6进5，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落入笑话了，高手也会变成菜鸟了。因为黑方完全可以平炮打底士，这里车一将军的话，反而把红方这个车抽掉了。这一步棋有进攻，反而帮助黑方推波助澜。所以说在这里红方果断应该采取率5进1。好，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，黑方再次退车一将军，把红方老帅请上3楼。接下来就是今天非常精彩的时刻了。那么现在眼看呢进车砍士就是个绝杀，黑方第一个比较简单的走法就是将6进1，但是红方依然可以进车砍士将军。这里你不能用炮打呀，因为这里前车后炮双将，老将进不去，中路有炮，只能进将吃掉。接下来回炮重炮绝杀无解。那么好了，这是第一个非常简单的进攻杀法。我们再看看第二个比较顽强一点的，这也是今天最为值得大家注意的地方。黑方还有第二个防守的思路，就是退炮提前为老将挡枪。红方进车吃掉士，黑方平炮挡住。那么走到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高手秒变菜鸟的走法。球友们不妨跟着一起思考一下，看看这步棋你会不会犯这个错误呢？虽然说古谱并没有演示出来，但是如果是我的话，可能很容易走这样一步臭棋。看起来好像我可以平车砍掉中象，这里弃车你显然不敢吃因为我这里将着军你这个炮还不能乱动。如果炮走开，无论你炮走到哪里我进车就是个绝杀。完全是因为仗着这个8角马有这样一个非常巧妙的阵型。那么黑方想解杀到仅此炮6平5，既避开老将将军，同时也是牵制住红方的中路，这里车炮都动不了看起来好像红方有进车砍炮，看起来这步棋非常的凶狠。无论你用士吃车还是用马踩车的话，红方都有平炮，这里一将军。那么你走其他子力，我完全还可以进车平车，同样是8角马杀法，但是这样走话会大错特错。请我们看看如何破局呢？黑方在这里是有一个巧妙的反胜手法的。好，大家看看你是黑方的话，能不能进行反杀呢？那么这里我们就为大家走出来，黑方完全可以弃车退车一将军，此时你只能平炮打车。如果说退帅的话，进车双车错绝杀。红方之所以敢这么嚣张的走，完全是因为仗着这个炮的力量。那么你这个打车了之后呢，黑方再次称士吃车，这里还吃着马。那么好了，这样一走的话，你这里没有杀棋红方在这里虽说有双马双炮，但是黑方目前来说已经守住了阵型，黑方完全还可以进行反杀。所以说我们在下棋的时候切不可走随手棋，很容易高手秒变菜鸟。我们继续看正确的走法，平车抽掉一马，这里一将军，黑方平炮到中路，这里是牵住了红方的中路。此时红方再次平车一将军，因为这个8角马在这里显得太厉害了，黑方老将动不了只好再次平炮挡下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，相信起码刚才我们讲过了，平车砍象，这是一个败局。平炮，接下来主要是进攻思路，进车砍炮就是个绝杀。你这里退车守也是守不住的，
因为完全是两个炮啊，车借炮势啊，直接绝杀。那么黑方在这里心生一计，退车将军，这里主要是引诱红方平炮打车，减掉一层进攻。这里你也只能打呀，如果不打的话，他这里进车啊就是双车错，红方打掉。那么打完之后呢，刚才黑方在这里弃车啊，他是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想法。此时我乘势的话，势必要吃马吃车，那红方又该怎么走呢？显然你这里平车走开的话，这里一将军他炮可以闪开，你平车过来抽车，他可以平炮挡住。但是这里有这样一个妙手，平车吃掉中象，此时吃中象的话就没有这样一个后手的棋了，黑方这里没有力度啊。这里一将军黑方只能把炮走开，无论炮平到哪里啊，其实效果都一样。那么接下来这里就有非常巧妙的两种杀法了，可以平车，再次一将军，刚才平车顺手吃象，主要也是为了松开这个马腿，形成一个八角马的威慑力。黑方只好平炮挡住，进车砍炮，形成一个双杀。这里既有八角马，老将动不了，同时还有车炮绝杀。那么好了，我们返回到这里，还有第二个杀法。当黑方炮走开的时候，红方还可以进车砍士。接下来红方既可以进车将军，还可以平车，同样绝杀。黑方想破局的话，只好飞下挡住。此时你进车将军的话，他可以上下，但是可以抽掉一车。这样的话，显然红方也是一个胜势。但是比较稳妥的就是退车吃掉象，接下来依然有进车平车绝杀。此时黑方仅此将6进1。那么好了，这里又有两个一个是温柔的杀法，还有个更加凶残的杀法。比较温柔的就是进车，这里一将军弃车，你显然不敢吃啊，这个马将着军，老将上3楼的回马同样是将军。那么比较凶残的就是平车弃车将军，这里主要还运用了一个借帅助攻，帅占中路，老将来不了啊，只能进将吃掉。此时再次回马进将，绝杀无解，不仅弃子啊，而且是更加的凶残。好，兄们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两个进攻的思路以及杀法非常的精彩呢？如果说觉得不错，或者说对你有所帮助，欢迎评论区点个666，也是对我的一种支持，在此非常感谢。下象棋原来也有老虎拜猫为师，留一手的局面。那么今天这局也充分说明了师傅还是老当益壮，更加的技高一筹。究竟是如何一样的变化呢？我们直接进入开局。红当头炮，黑也当头炮，红上马。此时黑方马8进9，红方出车抓炮，黑方平车保住。那么现在红方也走了一个马8进9，黑方马2进3，学的是有模有样。红方出车，黑方也出车。那么走到这里前面开局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讲解。新来的朋友不妨把前面大猎手炮的内容一起翻看一下，这样的话能够更加有力的掌握整个棋局的变化。好，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，红方走的比较多的就是兵9进1，先活通边马。此时黑方也卒9进1，红方进车巡河。黑方依然是照葫芦画瓢，你走哪样我也走，这样和你进行了一模一样，子力位置成一个对称阵型。那么先手和后手较量的话，后手始终是有一招棋是学不到的。此时红方上马打车，黑方平车避让。那么现在红方也来了一个车占内道线，主要目的既占据内道线，同时也为了防止黑方马9进8，这样抢夺先手打车这样一步棋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，黑方就有3个变化，马9进8，车8进1，还有卒3进1的变化。那么前面2个变化我们都已经讲解完毕，今天我们进行第3个变化，卒3进1。这个变化也是前面2局经过失败的教训因为红方始终有马8进6，这样跟你以马换马，后续有中炮发出以及扔底炮，双车非常的通透，形成了快速的绝杀。那么这里进卒的目的是就看住这个点，不让你红方马来进犯。但是红方在这里走不到马8进6，可以调转枪头，马8进7，依然能够踩上来。那么现在黑方他选择了马9进8，当然还有一个进炮学的有模有样的招法，我们后续也为大家讲解。
那么走到这里之后，现在红方接下来这一步棋是本局破局的关键。棋友们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，看看你能不能想到这一步棋呢？一旦这一步棋走完之后呢，黑方是进退两难。好，我们为大家分享出来，直接扔一个底炮。这一步棋可能是对我们初级棋友稍微有点不可思议。那么这里别人回马不就踩掉了吗？实则这也是红方的一个巧妙诱敌战术。那么我们不妨把它走出来，跳马踩炮。踩完之后呢，红方接下来是为了吃马吗？这里显然换子是得不偿失，主要是通过引离战术把黑方的这个3路马调开，那么他的中卒就失去了看守，这个马就没有起到作用了。红方进炮打掉这里一将军，接下来从这一步棋开始经过8步棋就来了一个非常精妙的绝杀。那么现在显然红方这个炮黑方这个炮是打不开，他也只能走士6进5。如果说士4进5的话，进车砍马，接下来吃象，因为这里还有内道车显然黑方能够迅速落败。那么他比较好的顽强的就是士6进5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，接下来这一步棋更加的是脑洞大开。棋友们呢，不妨再次暂停一下手机屏幕，看看这个残局杀法你能不能走出来呢？是进车吃马，还是跳马进攻，或者说以马换炮呢？实则在这里都不是，可以说是如果说残局杀法稍微浅一点呢，棋友们肯定不太容易想到。好，我们直接进车，这里一将军，那么现在黑方老将仅此将5平4吃掉。此时吃完之后呢，红方不慌不忙的进车吃马。走到这里相信朋友们接下来就会发现，黑方现在是后悔不已，拍大腿也来不及了。红方平车砍象就是个绝杀，刚才的这个马是恰到好处，这也形成了炮阵中路车炮车马组合的侧面虎杀法。那么现在黑方他想解杀，仅此平炮先卡住马腿，但是也为时已晚。红方平车砍掉象，这里一将军，黑方只能将4进1，此时退车吃炮。那么好了，接下来再车一抽开的话，就形成绝杀。黑方也没有办法，仅此飞象，这里还打着车。红方将计就计，平车一将军，黑方老将只能退下来，此时再进车下底。现在黑方目的来说，这里将军不是为了抽他车，而是来一个绝杀，黑方只能退象，平车砍跳，绝杀无解。大家有没有觉得红方通过采取弃炮的话，采取8步精妙的运子绝杀，打的黑方是招架不住，连还手都没有办法，说明对方一旦给你子力吃的时候，势必有一定的阴谋和陷阱。那么这里还有2个不吃炮的变化我们后续分为2集为大家讲解。本局我们再为大家分享一个老虎学猫，拜师学艺留一手的局面。那么我们回到这里，因为当黑方跳马的时候，红方直接扔炮。那么我们返回下，黑方能不能吸取先前的教训，学红方来一招，他先进炮呢？这里就进入了今天非常精彩的对攻激烈的局面。此时如果说红方回马踩炮的话，那么黑方可以进炮打掉中兵，实行一个先手一炮正五子，同时他双车既占据内道，同时也能够双车下底，针对红方空虚的左翼采取进攻。那么红方该如何解决呢？此时我们不妨也直接为大家走出来，红方也是来了一个后手扔海底炮，那么就看黑方能不能踩呢？如果说踩的话，那和前面是一样的杀法。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，黑方抢先发难，中炮打出一将军，心想我这里进车不能吃你的话，我来一个天炮地炮，先来一个强攻。那么接下来这里棋友们不妨仔细思考一下，看看红方如何应对呢？首先我们说明一下，如果说红方跳马踩掉中炮的话，黑方进车砍底士，这里一将军帅5进1，再次进车双车错绝杀。
所以说它两个炮都不能吃。那么现在很显然呢，如果说士6进5的话，感觉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容易贻误战机。因为黑方现在目前两个炮以及双车已经虎视眈眈的形成了一个威胁。那么红方该如何巧妙化解呢？这里有一招棋直接采取一个大胆弃空头，同样给你来了一个炮打中卒。可能棋友们会觉得这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局面了。双方子力阵型位置是一样的，同时大家是一样的姿势，一样的招法，究竟是谁快谁慢？这接下来是非常精彩的博弈。那么好了，现在这里打完之后呢，显然黑方能不能上马吃炮呢？这个变化我们也为大家演绎出来。如果说黑方上马吃掉的话，那么好了，红方进车砍底式就是个绝杀。黑方将5进1，再次车8进8。双车错绝杀，因为这个马在这里锁住老将不能上来。由此可见呢，黑方在这里他也形成了一个两难的局面，同样是不能吃前后炮。那么黑方在这里显然目前来说虽说有空头炮，但是子力进攻无力，选择了车8进8。当然这里还有车6进3，这里借卡马同时来抽将。但是他这里走完之后呢，红方还有一个车8进8，也是采取同样的招法。那么好了，棋友们呢不妨仔细思考一下，看看黑方和红方接下来又会如何精彩呢？这里走车6进3的话，卡住马的话，这个变化稍微也是有点复杂，但是红方依然是抢杀在前，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演绎。他这里先卡住马，因为接下来进车砍式就是个绝杀。这步棋显得跟车6进3更加凶猛一点。因为现在有中炮在这里一炮正5子显然两个是撑不起来，同时有车封锁2线，老帅也动弹不得，卡住马腿，眼看就是一步杀了。那么现在红方又该如何化解呢？这里棋友们不妨再次暂停一下手机屏幕，进行思考一下。红方在这里是完全有巧妙的先手绝杀的。好，我们直接为大家走出来。红方进车砍底式这里一将军，黑方仅此将5进1走不到因为这里有车封锁，回马踩掉也是仅此的一步棋。此时走到这里之后呢，红方跳马一将军，马后炮，黑方只能称是平车砍掉，车借炮式，这里一将军，黑方只能将5平6。此时再来一个进车将军，黑方也只能再次起来。好了，接下来朋友们就能够发现，此时红方再来一个平车搂底倒挂金钩，绝杀无解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双方精彩的博弈呈相同的姿势，形成一个相同的阵型，非常的精彩呢？同时这个杀法也充分说明了车马炮3子从中路展开进攻势必也能够先手为强。那么眼看黑方这里就是一步棋那么棋友们不妨也可以思考一下，有兴趣的可以拿出来摆一摆，看看黑方今天输棋是输在哪里呢？主要是这个马没能够用得上，前方没有进攻，反而说红方这个马跳到这里起到了决胜的作用。好了，今天这两个精彩的变化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说朋友们觉得还不错，比较精彩的话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来个666，点赞也是对我的一种支持，非常感谢朋友们。